歼-16战斗机挂载了反舰导弹，空军开始抢海军的生意，这意味着解放军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呢，网上出现一张照片啊，就是显示了一架歼-16战斗机，挂载的里边呢，偏偏是多了2枚鹰击83反舰导弹。空对空导弹挂着倒也有啊，但是偏偏挂这2枚导弹呢，让很多人好奇了。一般的观众可能觉得没什么奇怪，不会多看，不会多想，战斗机挂导弹嘛，很常见。但是呢，有些专业朋友马上能反应过来，这个照片有信息量，因为歼-16是空军的飞机啊，空军的飞机通常执行的是对空对地任务，对海作战呢，一般来讲，在咱们解放军呢是被海军航空兵的飞机所垄断的，所以我们以前看到各种反舰导弹也都是海军的飞机在挂。至于说歼-16能不能够对海攻击呢？当然也是可以啊，因为我们现在空军有很多通用导弹，是可以打击地面目标，同时也可以兼顾海上目标的。实际上呢，我们的机载设备，不管是搜索的、跟踪的，还有导弹来讲，如果能够在地面上找到并且识别运动小目标，那么在海上搜索、识别和打击一些大目标，而且低速目标，其实更容易。你比如中国也好，美国也好，空军的飞机都有些导弹是电视制导或者是热成像制导的。是人在回路可以精确控制的，打击精度很高啊，他们都可以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但是呢，在战斗部设计方面呢，一些导弹跟专业的反舰导弹就会有区别了。比如呢，有些个反舰导弹，它的设计是针对了目标的水线附近，打进去之后，战斗部一爆炸，还要在目标舰体里边释放出大量的小的自断成型弹丸，而这些个自断成型弹丸再爆炸之后，就能在船舱里边打穿很多舱壁，打的舱壁里边是千疮百孔。让你堵漏都没法堵，让你没法控制进水，所以这个威胁就比较大一点。而一般导弹弹头呢，可能爆炸之后命中的是舰艇的上层建筑位置，让目标丧失部分战斗能力是可以的，击沉会难得很多。至于说什么激光制导炸弹呢，也都可以打击水面舰艇，没问题。只不过那就叫飞机离目标比较近才行，射程短嘛。所以海军航空兵反舰，他们毕竟是专业力量。空军能反舰吗？能反，算兼职。但是现在空军飞机也挂了反舰导弹，那就是绝对在抢海军航空兵的反舰生意了。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空军和海航一起干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对反舰作战提出了一些个比较高的要求。光靠海航以前那个飞机他们的反舰攻击力量可能不够，需要增加空军力量一起投入。这里说的不够呢，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可能目标比较硬，防御能力、防御的层次包括这个拦截的这个数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攻击的时候需要发射更多的反舰导弹形成饱和。不过呢，在我们岸基航空兵的打击半径之内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呢，可能应该不会有敌人的强大对手存在，因为火箭军不会闲着。火箭军的脾气也不会把利用机会留给空军和海军，他们一定会把对方的这种强大编队控制在更远的距离上。而另一个情况是什么呢？目标可能不算硬，但是目标数量多，而且要求战斗中尽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对大量海上目标的清理清扫。比如说对面出现什么光滑六沱江或者别的小东西，这些小东西呢威胁不是特别强，但是点多面广，都出来的话呢，能够严重的干扰登陆作战。为了不拖延时间呢，就需要抓紧时间，一口气把这些目标吃干净。这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飞机同时投入进行打击。当然了，我们用无人机对小艇也是没问题，只不过无人机毕竟还受到了战场电磁环境的影响，而且影响还挺严重。有的时候呢，有人的战斗机可能会更靠谱一些。所以有人的、无人的、海航的、空军的，加上陆上的各种火力一起上，完成任务才更有保障。毕竟呢，随着军改，各个军兵种在战斗中会合作的更加密切。你是空军的，我是海军的，可能日常训练中会有体现。但对于战区指挥部来讲，海军、空军、火箭军或者是陆军，他们只是一个拳头上的不同手指头。好，关于歼-16携带反舰导弹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